女孩仅仅只是和同学一起出去旅了个游，没想到却发生了一场诡异的车祸。在一处层峦叠嶂的山脉上，一群即将毕业的大学生相约一起来到这里旅游。只见这里的云烟忽远忽近，若即若离。传说这里有一个神秘存在，它无所不能，甚至可以控制万物。美丽的风景加上神秘的传说，所以才让这群年轻人所为之向往。然而没多久，前方的云雾突然浓烈起来，缓慢的大巴也迅速被他们包裹在其中。突如其来的一幕让司机不得不暂时停下了车子。就在这时，车上的男孩突然看到远处有一个诡异的发光体若隐若现，同时后方驶来了一辆车子，差点撞上来。大学生们看着这一幕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小车也缓慢地来到了大巴的一侧，对方询问司机发生了什么，司机则表示路线不太熟悉，所以不敢走。为了安全起见，对方同意让大巴跟在他们的后面前行。就这样，在前面小车的带领下，大巴车也缓慢地启动。可是没多久，大巴司机就失去了对方的踪影，迫不得已，车子只能再次停了下来。司机告诉学生们，这种情况下是无法开车的，他只能去前面先放个警示牌，等雾散了再走。而车里的人们也都发现，所有的手机竟然都没有信号。等司机走到前面不远处的地方时，突然那诡异的红色发光体再次亮起，一闪一闪的光芒吓得司机赶紧返回到了车里。他不敢告诉其他人自己看到了什么。而前方的那辆小车突然按响了喇叭，仿佛示意他们跟上。为了赶紧离开这里，司机只能在惊恐中带着众人前行。可是车子还没有行驶多远，后面的一个男孩突然表示，对方似乎是在警告我们。而在空中的视野下，几团黑色的影子正迅速地朝大巴飞奔而去。这突然出现的黑影吓得大巴司机猛打方向躲避，也就是这慌乱的操作迫使整辆车子猛地滚向了山下。强烈的翻滚撞击迅速让其解体，里面的人们纷纷露出了绝望的呐喊声。等一切安静下来以后，一个叫艾尔玛的女孩迷迷糊糊地醒了过来。只见救援队正在救援，跑过来的救援人员让她不要动，伴随着此起彼伏的呼喊声。等艾尔玛再次醒来，她已经到了医院里。一个自称是她母亲的女人安慰她不要怕，等手术过后她会好起来的。接着她便被推进了手术室里。等女孩再次醒来，面前的女人让她做好准备，她想让女孩看看自己的脸，并希望女孩说出自己是谁。然而看着里面惨不忍睹的面孔，女孩似乎失去了记忆，她不记得自己是谁，也想不起来面前的人是谁。好在自称母亲的人再次安慰她没关系，让她好好休养。然而在这天晚上，艾尔玛却被一阵奇怪的声音惊醒，接着她便看到一个诡异的黑影出现在眼前。就在女孩以为这是一场噩梦时，旁边的学生突然开始挣扎起来，巨大的痛苦声让艾尔玛赶紧呼叫了护士。值班医生也迅速赶了过来，看到病人的情况不对，便急忙让人带他去急救室抢救。艾尔玛惊恐地看着这一幕，原来这都是真的，可是究竟发生了什么，他却什么都想不起来。接下来的2天，布尔玛的伤势恢复很快，医生表示相信他很快就可以回家了。女孩似乎也默认了眼前的男人就是自己的父亲，她询问究竟发生了什么。父亲说他和同学一起去旅游，途中却不幸发生了车祸。虽然只有几个人幸存了下来，但女儿能平安地活着，男人还是充满了感激。在夜幕来临时，和艾尔玛一起幸存的男孩找了过来，但他却没能保住自己的一条腿。他慢慢地来到艾尔玛的身边，握住了女孩的手，但艾尔玛却忘记了他到底是谁。没办法，男孩只能拿出了他们之间的合影，并说自己叫汤姆，是他的好朋友。目前还有3个同学处于昏迷中，而其他人都死在了山谷里。不过有一个叫马丁的男孩却失踪了，救援队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他。艾尔玛表示自己什么都想不起来了，自己没有了记忆，一切都消失了。汤姆只能无奈地看着对方，因为他并没有说他们之间还有着恋人的关系。就这样又过了2天，艾尔玛的鼻子突然流出了大量的血液，医生只能再次对其进行抢救，好在最终遏制住了伤势。而就在这天晚上，艾尔玛再次被一阵诡异的声音惊醒，他突然看见眼前出现了一个黑色的身影，对方在艾尔玛惊恐的表情中慢慢的靠近，只见一个和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突然出现。那莫名出现的黑色影子到底是什么？大难不死的他为何时常能看到一些神秘的黑影？此时伤势恢复不错的艾尔玛再次回到了家里，但眼前的一切为何那样的陌生？就在这时，家里的狗子热情地跑了下来，可是他闻了闻，却又突然转身离开，仿佛不再认识了主人一般。好在经过父母的开导和安排，艾尔玛总算稳定了下来。另一边，警方找到了汤姆这里，经过对其他死者的验尸报告发现，在车祸前竟然有很多人都曾服用过违禁品，而汤姆所说的雾里有黑色影子在移动。警方认为那或许是因为违禁品的作用产生了幻觉。尽管汤姆表示那一切都是真的，可是面对如此天方夜谭的说法，警方根本不会相信。在家里的艾尔玛为了和狗子能够熟络起来，他拿起一团红线准备和他玩耍一番，但狗子面对他扔过去的线团似乎有点无动于衷，不过好像又看到了什么，跑到旁边不停地叫唤起来。也就在这时，艾尔玛手中的红线突然被提了起来，一股不正常的力道传来，这让他只能松开了手。难道是父母扯走了线团吗？艾尔玛急忙走过去查看，可是却看到了诡异的一幕。
在夜幕来临时，艾尔玛再次听到了一阵奇怪的声音。他顺着声音的方向来到了大厅里，看到了那个红色的线团依然摆在桌子上。难道自己因为车祸产生了什么后遗症吗？艾尔玛决定喝点水缓解一下压力。可就在这时，外面的狗子再次叫了起来。艾尔玛急忙放下茶杯朝外面走去，可是刚来到大厅就感觉到了不对劲，刚才还在桌子上的红线团已经不见了。等转过头才看到他正绑在旁边的门把手上，女孩用手抚摸着绷直的红线，似乎冥冥之中有人在指引方向给她。于是艾尔玛顺着他绑着的方向一路来到了楼上，却看到狗子依然在对着什么东西叫喊。只见上面除了他和另外2个人以外，竟然还有一个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女人。还没有等他反应过来，他的父母也走了上来。艾尔玛询问照片上的人是谁，父亲说道那是他的姐姐。接着在双方的对话中得知，原来他的姐姐早在6个月前就因脑癌去世了。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好，所以在艾尔玛失忆后暂时没有告诉他。不过艾尔玛却说自己在医院里见到了姐姐，而父母听到女儿奇怪的话语，还以为她的记忆出现了错乱，便上前安慰了一番。此时在医院里，在车祸中幸存的另一个男孩阿强，经过长时间的抢救却正在失去生命特征，看着他的心率在慢慢的下降。男孩的父母以及他的妹妹开始痛哭起来。另一边，正躺在床上的汤姆突然听到了一阵奇怪的声音，他起来后便看到了极为诡异的一幕。只见他的手机自动开始拨号，一个和阿强长相一样的人似乎在向他求救。汤姆赶紧打开了灯，可是刚才的人影已经消失不见。与此同时，医院里的阿强突然诡异的抽搐起来，然后在其母亲震惊的表情下，他似乎再次活了过来。此时在距离发生车祸没多远的洞穴内，失踪男孩马丁的姐姐和他的好友正朝着洞穴降去。他们认为马丁或许在浓雾的影响下不小心掉进了缝隙中，所以决定进来尝试寻找一下男孩。因为这里面绵延纵深，2人只能使用无人机尝试寻找。就这样，靠着无人机慢慢的探索，他们也将找过的地方一一标注。可是找了很久，却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发现。而他们没有注意到的是，无人机所过的地方，一个黑影突然快速掠过。在家里的艾尔玛继续浏览着曾经的照片和物品，试图帮助自己找到以前的记忆。可是看着面前的东西，艾尔玛尽管感觉很熟悉，但就是想不起来。也就在这时，诡异的声音再次传来。自从知道了姐姐的存在，艾尔玛认为这是姐姐给自己的信号。可是下一刻，艾尔玛不明白姐姐这是什么意思。为了弄清楚对方想要表达的是什么，他用那团红线做了一个简易的通话装置，一头放在了自己的房间里，另一头放在了经常和姐姐待着的木屋里。等他把东西弄好以后，他开始对着空气喃喃地说道，如果姐姐现在想要和自己说话，可以尝试用这个通话装置试一下。看到并没有什么回应，艾尔玛便躺在了床上等待姐姐的回复。然而没多久，一阵滴答滴答的声音突然传来，艾尔玛赶紧走过去查看，发现正是那个通话用的小罐子。当他拿到耳朵上听时，却并没有任何声音传来。艾尔玛主动询问是不是姐姐在那里，可是依然没有任何答复。就在这时，旁边却再次出现了诡异的光芒，那渗人的声音吓得艾尔玛直接拿起了旁边的刻刀。他感觉对方这一次似乎来者不善，而且不知道这到底是不是自己的姐姐，于是呼叫对方赶紧现身。可是他的手臂突然被控制了起来，接着便朝着自己的额头划过。在艾尔玛还没有反应过来时，对方猛地扑了过来。艾尔玛被扑到的瞬间尝试捡起那把刻刀，可是刻刀却被对方控制了起来，眼见就要刺向自己。艾尔玛一把抓住了他，但他强大的力道依然疯狂地朝着艾尔玛的手臂刺去。女孩极力地反抗着，同时镜中的画面也看到黑影准备杀掉艾尔玛。只见刻刀离脖子越来越近，就在这危急时刻，艾尔玛的父母突然赶了过来，黑影也即刻消失不见。这绝对是今年最亮眼的一部超自然悬疑大作，前期他所有铺垫出的悬念，在后面全部会一一解答。如果想要看懂它，那么我们得先了解一下故事的起因。传说从史前年代开始，这处山脉内便藏着一个来自地狱的恶魔，他的名字叫做特利昂。虽然他无所不能，甚至可以操控万物，但却被强大的封印所束缚。假如想要召唤他，必须得收集5个动物骨架组成的雕刻品，然后用濒死之人的躯壳为载体，方能让其降临。传说他的身边还有5个亡灵随从，一直都在为主寻找合适的载体。而艾尔玛在发生车祸时所看到的黑色影子是否与此有关呢？为何那个像他姐姐的灵体想要杀死他？为了弄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，他找到了同样在车祸中幸存的汤姆，试图从他这里得到一些信息。因为他和汤姆以及姐姐还有一位叫戴娃的女孩，4个人之前的关系似乎非常好。但因为汤姆在车祸时昏迷了，他也不知道当时具体发生了什么。于是艾尔玛想了解一些他们几人之前的信息，而且他也从家庭录像里发现了一件古怪的事，那就是姐姐小时候曾说自己可以看到一些神秘的存在，当时只是以为姐姐编造的故事，而如今自己也可以看到了。汤姆也随即说道，在阿强濒临死亡的那晚，他在家里看到了对方求助自己的灵魂，
可是，一转眼对方就消失了。事后听说阿强当时在医院又活了过来，尽管这有点不可思议，但是汤姆却认为这有点不太对劲，而他也开始向艾尔玛讲述了他们几个人从前的经历。在很早之前，艾尔玛的双胞胎姐姐若拉就说自己能常常看到一些灵体，其他几个人比较好奇她长什么样子。若拉表示她类似于光线透过玻璃照进来的样子，而且看到她的时候，自己却感觉不到任何害怕。当时其他人只是认为她讲了个有趣的故事，所以并没有太在意。而且因为几个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好，他们时常相约一起出去旅游。而就在那天晚上他们露营时，汤姆半夜被一阵声音吵醒，他起身便看到若拉在一边不停地对谁说着什么，好奇心驱使汤姆用手电照了过去。也就在那时，他也看到了若拉口中所说的灵体存在。汤姆表示他也问过若拉，但若拉似乎也不知道对方是谁。本以为这种事并不能影响他们平静的生活，可是若拉却突然得知自己患了绝症，他便开始搜集和寻找关于灵体的资料，想以此找到让自己活下去的力量。他们经常一起去一家图书馆，据说那里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书籍。馆主欧伊非常喜欢若拉，他也告诉了几人有这么一个传说，据说世上有一个六面镜，它可以帮助人们探索前世与未来。曾经很早的时候，有一个被选中的女人，人们称她为先知，为了预测未来的事，她时常进入里面。可是突然有一天，六面镜给了她一个可怕的提示，那就是有一些黑暗中的影子竟然能够不停地借助躯体长生，为了让他们的主人特利昂获得自由，他们一直不择手段地寻找合适的载体。得知这一切的先知害怕了，因为就连这个地方以后也会被毁灭。旁边的长老说道，只要他能接受命运，就能阻止这一切。然后将一枚符文戴在了女孩的脖子上，此人其实也就是现在的欧伊，但他并没有承认自己的身份，而且告诉众人，只要找到这个镜子，或许若拉便可以解决自身的麻烦。就这样，几个人踏上了寻找六面镜的旅途。他们根据线索一路来到了山上，首先在这里看到了一个奇怪的黑色石头，然后根据上面的符文提示，几个人又来到了一处洞穴里。果然如书中所言，这里面竟然真的有一座废弃的城堡。经过几人不停的寻找，他们却没有找到那传说中的六面镜。在夜幕来临时，几人又不得不来到外面露营。若拉表示不管如何，在未来的几个月里，他们都要活到最精彩。看着他哽咽的话语，其他人也赶紧安慰了他。在晚上醒来后的汤姆发现若拉不知道去了哪里，他赶紧来到了地下的城堡里，也在这里看到那所谓的大门，竟然就是六面镜的镜子。此时里面正在传出若拉凄惨的叫声。就在汤姆不知所措时，镜面被打开了，汤姆迅速走过去扶住了若拉，而若拉也说道，那传说的确是真的，但是千万不要让埃尔玛和戴娃进来。原来想要得到答案，得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。尽管若拉并没有得到让自己活下去的答案，但她却看到了一个可怕的秘密，那就是有一些黑色的亡灵正在借助人们长生。当时若拉并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，加上病情的恶化，她反而看开了一切。在最后的时光里，她只想和自己的好朋友待在一起。就在汤姆讲完这一切后，埃尔玛突然询问姐姐最终是怎么走的。汤姆说就是癌症离世的，但埃尔玛却表示不对，因为自己失忆了。他怀疑是失忆前的自己提前结束了姐姐的生命，因此姐姐才想要杀了自己。看着埃尔玛越说越激动，汤姆赶紧上前安慰了她。也就在这时，诡异的黑影再次出现，埃尔玛也随即对着影子不停地说对不起，但影子只是冷漠地看了他一眼，就直接消失了。已经认为是自己害了姐姐的埃尔玛告诉汤姆，他要再次去寻找那个传说中的六面镜，看看能否帮助姐姐。就这样，两人踏上了前往地下城堡的路程。然而随着汽车的行驶，一股车祸之前的记忆片段突然涌上埃尔玛的脑海，同时旁边一辆汽车加速驶过，大巴司机直接猛踩了一下刹车，埃尔玛被这突如其来的操作直接撞昏了过去。等他猛然睁开眼，竟然看到了车祸前的一幕幕，只见前方的埃尔玛和同学们突然看向自己，而自己竟然是她的好闺蜜戴娃。戴娃看着自己的双手，惊恐地叫喊停车。也就是那时突然发生了车祸，她再次惊醒，女孩似乎全部想起来了，她疯狂大喊让司机停车，然后不顾汤姆的叫喊迅速地离开了这里。原来自己根本就不是埃尔玛，而是几人之中那个叫戴娃的女孩。此时让我们再次回到车祸发生的那段时间里，在大巴被浓雾包围的时候，车上的戴娃突然不停地说着停车，埃尔玛也随即看向了他。也就在这时，黑色的影子迅速朝着大巴跑去。就是这突然出现的一幕，让整辆大巴车朝着山下不停地翻滚。等一切都安静下来后，大部分人都死在了这场车祸里，而死者的灵魂直接被分离了身体。他们茫然地看着这一切，似乎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。好在没多久，这些人逝去的亲人突然出现，对方似乎是过来接引他们的。一旁的埃尔玛挣扎了2下，灵魂也分离了出来。旁边的戴娃眼含泪水地告诉他，自己的身体被砸烂了。也就在这时，接着他就昏迷了过去。与此同时，埃尔玛病逝的姐姐过来了，她伸出了手过来准备接走戴娃，戴娃却询问埃尔玛怎么办。若拉表示埃尔玛的时间还没到，
他希望戴娃赶紧离开，并说如果再不走就可能走不了了。可是戴娃并没有过去。随着若拉的消失，而黑影也随即转移了目标，他看向了不远处的艾尔玛。见前方的天空上一个巨大的红色标记突然出现，他似乎在指引着艾尔玛向前方走去。此时他跟着红光一路走来，进入到了由一堆石头组成的怪阵内，可是走了一圈都不明白这是什么东西。也就在这时，旁边突然出现了一些曾经的记忆碎片，女孩看着如此熟悉的一幕，直接走了进去。只见那时的她和姐姐还小，一家人快乐的在家看着电视。姐姐若拉似有所感，她扭头看向了这边的艾尔玛，艾尔玛赶紧询问姐姐是否能看到自己。小若拉并没有回答，而是告诉正在录像的母亲。只见天上的红光再次指引她来到了一处地方，走进去后，这一次里面是他们曾经寻找六面镜露营的地方。姐姐似乎有什么心事在等待着她，艾尔玛赶紧过去和其说话，可是对方根本听不到。与此同时，汤姆的手电照，但他依然想提醒对方是谁，于是他一点一点的将红线缠到了自己的房间里，最终定在了他们几人的合影那个叫戴娃的头像上。可是赶过来的戴娃却根本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，反而将艾尔玛竟然在这里看到了呆滞的阿强。若拉走向前询问他发生了什么，但阿强却伸出了手。也就在这时，他突然看到了对方的记忆画面，原来当初那神秘的黑影剥夺了他的身体，以至于真正的阿强无法进入。当松开手后，阿强希望他能带自己回去，说完就带着艾尔玛来到了一处洞口。阿强说道，他必须要夺回自己的身体，否则以后将永远被困在这里，而那些痛苦回忆可增强他的力量。就这样，艾尔玛再次走进了石堆里，这里面有着各种时间线的记忆碎片，比如和姐姐一起时的最后时光，这一幕也被艾尔玛看在了眼里。等他上前呼叫姐姐时，场景却再次发生了改变，同时看到了戴娃正在试图联系自己。就这样，他直接来到了那所木屋内，而对话用的红线还绑在这里。艾尔玛用力拉扯着红线，也的确引起了对方的注意。看到戴娃拿起了听筒，艾尔玛使出了全身的力量说道，离奇的车祸改变了两个女孩的命运，本该逝去的女孩戴娃不小心夺走了闺蜜的躯壳，而不该离世的艾尔玛却成了游荡的孤魂。经过了一系列的寻找真相，此时的戴娃终于明白了自己到底是谁。但是如果把身体还给艾尔玛，那么自己也会消散于世间。因此戴娃犹豫了，他不知道该不该放弃这新的希望。独自一人的他回到了曾经的家里，他想将真相告诉亲生母亲，但是母亲却根本不相信他的话语。他亲眼看到戴娃的身体在车祸后失手分离，而面前的女孩却仿佛带着嘲笑的意味，说是自己的女儿。女人愤怒了，本就悲痛欲绝的心情再次被刺激，她对着戴娃大骂了一顿。不管戴娃如何解释，如何说出只有他们两人之间的秘密，女人都不相信，甚至到最后崩溃地打了他一巴掌。他说自己已经失去了女儿，为何还要来伤害自己？同时，一个男人突然出现在这里。戴娃看到对方后，突然对着母亲说道，他不该再和这个男人在一起的。接着便怀着愤怒的心情离开了这里。也是这一刻，他做出了最终的决定。戴娃先是回到了艾尔玛的家里，找到了对方的父母，他把若拉去世之前的事讲了出来。或许自己提前结束了对方的生命，对于若拉的家人来说确实不公平。不过他并没有表明自己的身份，而是回到房间后将自己保存的视频发给了亲生母亲。是的，在家里看到的男人是他的继父，而这个男人却给戴娃带来了无尽的伤害。只见戴娃的母亲打开视频以后，里面先是戴娃弹吉他的画面，可是不一会，他的继父就走了进来。接着在其母亲震惊的表情中，继父做出了禽兽不如的事，这也瞬间让母亲崩溃起来。没想到身边的男人竟然如此对待自己的女儿。只见他拿起剪刀找到了男人，然后就是一场愤怒的报复。此时的戴娃来到了小木屋里，他想让艾尔玛出来聊一聊，可是不管他怎么说，对方都没有现身。也就在这时，家里的狗子突然叫了起来，原来是继父找了过来。他以为是艾尔玛将视频发给了戴娃的母亲，因此拖着受伤的身体前来质问女孩，同时撒谎表示是戴娃故意操作了这一切，想以此拿走那部带有视频的手机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面前的女孩就是戴娃。戴娃愤怒地说道，他会将视频发给所有的人，甚至包括警方。也是这句话惹怒了男人，男人直接动起了手。他先是将戴娃摔在了地板上，然后狠狠掐住了对方的脖子。没多久，戴娃就失去了意识。赶过来的艾尔玛突然看到这一幕，他直接猛地上前推开了男人，而男人看到了这一幕后突然就懵了。当艾尔玛的力量用尽后，只见戴娃的灵魂再次显现，在男人惊恐的目光下，他愤怒地撞了过去。就这样，随着继父的身亡，戴娃完成了自我救赎。他对着倒在地上的艾尔玛说道，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要偷走他的人生，只是想保护他而已。也就在这时，若拉的灵魂也突然现身，他表示艾尔玛还有大好的未来，我们得帮他回去。接着在两人的帮助下，艾尔玛终于回到了原本的身体里。
或许真挚的友情并不会因为生死而改变，不管对方需不需要，自己会一直都在。本片也暂时告一段落，总体的剧情稍显复杂，我以其中女主的线讲解了这部剧。不管这部剧的解说大家喜不喜欢，我都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见。